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股市投资领域瑰宝的书籍《股市真规则：The Five Rules for Successful Stock Investing》。这本书的作者是帕特·多尔西 （Pat Dorsey），他曾是晨星公司股票研究部的负责人，在投资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尔西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揭示了股市投资的真谛。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就像是在股市这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为投资者们点亮的一座灯塔。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股市波动频繁的时代，无数投资者在市场中迷失方向，盲目跟风，最终损失惨重。而股市真规则却能为你提供一套系统、严谨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投资方法论。它能帮助你拨开股市的迷雾，看清股票背后的真实价值，让你在投资决策中不再迷茫。无论你是初入股市的新手，还是在股市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股市的方式，让你在投资的道路上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甚至可能成为你实现财务自由的转折点。说到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股市中，是什么因素真正决定了股票的价值？是短期的股价波动，还是公司背后的内在实力？相信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无数投资者。我们不妨来看看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的故事。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案例堪称经典。在20世纪80年代末，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大幅波动，市场上各种声音纷繁复杂。但巴菲特并没有被这些短期波动所左右，他深入分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商业模式、品牌价值、全球市场份额以及强大的现金流等内在因素。他发现，可口可乐公司就像一台强大的赚钱机器，其内在价值远超过了当时的市场估值。于是，巴菲特大量购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并长期持有。最终，这个投资决策为他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回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股市投资的关键在于发现股票背后的真规则。而《股市真规则》这本书就将为我们详细阐述这些规则。第一个要点，做好投资前的准备工作，建立正确的投资心态。在《股市真规则》中，多尔西首先强调了在踏入股市之前，建立正确的投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投资并非一场赌博，而是一场需要智慧、耐心和理性的长期博弈。很多投资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进入股市时抱着一种投机取巧、渴望一夜暴富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股市的风云变幻中爆炸，将你的财富化为乌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具有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在股市中，当股价上涨时，贪婪心理会驱使人们不断追高，渴望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当股价下跌时，恐惧心理又会占据上风，让人们惊慌失措地抛售股票。这种心理上的波动是导致投资失误的根源之一。正确的投资心态要求我们克服这些本能的冲动，以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态度看待股市的涨跌。我们需要明白，股市的短期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长期来看，股票的价格最终会回归其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建立正确的投资心态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是追求短期的高回报，还是着眼于长期的稳健收益？不同的目标将决定我们不同的投资策略。其次，要学会控制风险。在投资之前，要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同时，要做好资金管理，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要留有一定的应急资金。例如，我们可以将资金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稳定的债券或货币基金，一部分用于投资股票。这样，即使股市出现大幅波动，我们的整体财务状况也不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书中提到，投资股票致富的秘诀只有一条：买了地别看着。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选好股票并买入后，不要过分关注股价的短期波动，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耐心等待股票的长期价值体现。这种心态的转变将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它能让我们在股市的波动中保持冷静，避免因情绪化的决策而造成损失，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公司本身的基本面，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第二个要点，深入分析公司基本面，发现股票的真实价值。在建立了正确的投资心态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分析公司基本面，这是股市真规则的核心内容之一。多尔西指出，股票的价格最终是由公司的内在价值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像侦探一样，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从财务状况到商业模式，从行业地位到管理团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从逻辑上讲，一个公司的基本面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强大的财务实力、良好的商业模式、稳固的行业地位以及优秀的管理团队，
那么它在长期内就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其股票的价值也就会不断提升。相反，如果一个公司基本面恶化，即使短期内股价上涨，也只是泡沫，最终会破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后，我们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更加有信心。这种信心会帮助我们在股市的波动中保持坚定，不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在分析公司基本面时，财务报表是我们最重要的工具。我们要学会阅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例如，通过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了解公司的资产构成、负债情况以及股东权益，从而评估公司的财务稳健性。利润表则能告诉我们公司的盈利能力，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净利润等指标。现金流量表则反映了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这对于判断公司的资金流动性至关重要。书中提到，财务报表就像公司的体检报告，通过分析财务报表，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是否存在财务风险，如过高的负债率、现金流不足等问题。除了财务报表，我们还要关注公司的商业模式。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使公司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比如，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就非常成功，它通过创新的产品设计、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封闭的生态系统，将硬件、软件和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体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忠实的用户。分析公司基本面还有助于我们发现被市场低估的股票。当我们发现一个公司的基本面良好，但股价却因为市场情绪等原因被低估时，这就是我们买入的好时机。相反，如果一个公司的基本面恶化，即使股价还在上涨，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待，甚至考虑卖出。第三个要点，评估行业和竞争环境，把握投资的大方向。在分析公司基本面之后，我们还需要评估公司所处的行业和竞争环境。行业和竞争环境就像是一个大舞台，公司的表演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舞台的情况。一个处于良好发展态势的行业可以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而激烈的竞争环境则可能给公司带来压力。从逻辑上讲，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如果一个行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市场需求旺盛，那么公司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如果一个行业竞争过于激烈，利润率被压缩，公司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了解行业和竞争环境后，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在评估行业时，我们要关注行业的生命周期，是处于新兴行业阶段，还是成熟行业阶段，或者是衰退行业阶段。新兴行业通常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成熟行业则相对稳定，而衰退行业则需要谨慎对待。例如，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初期，那些敢于投资互联网公司的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因为当时这个行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空间巨大。同时，我们还要分析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垄断竞争、寡头垄断，还是完全竞争？不同的竞争格局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公司可以通过差异化竞争来获取较高的利润，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公司的利润空间则会被压缩。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行业内的政策法规、技术变革等因素，比如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各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以及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书中提到，选择好的行业是成功投资的一半，这句话强调了行业分析在投资中的重要性。通过评估行业和竞争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资的大方向，避免投资那些处于衰退或过度竞争行业的公司，从而降低投资风险。第四个要点，管理投资组合，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当我们在股市中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股票后，接下来就需要进行投资组合的管理。投资组合管理就像是指挥一场交响乐，需要巧妙地安排各种乐器的演奏，以达到和谐美妙的音乐效果。在投资中，我们要根据不同股票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合理的分配资金，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往往对风险和收益有着不同的偏好，有些人更倾向于追求高收益，即使风险较大，而另一些人则更注重安全性，希望将风险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逻辑上讲，不同的股票具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特征。例如，成长型股票通常具有较高的收益潜力，但风险也较大，而价值型股票则相对稳健，收益较为稳定。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管理，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收益目标，将不同类型的股票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最佳的投资效果。在管理投资组合时，我们可以采用分散投资的策略。分散投资可以降低单一股票或单一行业带来的风险。我们可以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股票。例如，可以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科技股，一部分投资于消费股，一部分投资于金融股等。
同时，我们还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的调整投资组合。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等，我们可能需要对投资组合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书中提到，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分散投资的重要性。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管理，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同时也能在股市中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投资组合中各类股票的比例。例如，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价值型股票和债券，而激进型的投资者则可以适当增加成长型股票的比例。第五个要点，长期持有，分享公司成长的红利。最后一个重要的投资习惯是长期持有股票。长期持有并非盲目的持有，而是建立在对公司基本面的深入分析和对自己投资决策的坚定信念之上。在股市中，很多投资者都渴望通过频繁的交易来获取短期的价差收益，但往往事与愿违。频繁的交易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还会让我们陷入市场的情绪波动中，迷失方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长期持有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在股市的波动中，市场情绪的变化会不断地冲击我们的心理防线。当股价下跌时，恐惧心理会让我们想要抛售股票，而当股价上涨时，贪婪心理又会让我们想要获利了结。从逻辑上讲，公司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股票的价值也需要时间来体现。如果我们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坚定地持有那些有价值的股票，我们就能分享到公司成长的红利。在长期持有股票的过程中，我们要定期地对公司基本面进行跟踪和评估。如果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就应该继续持有。例如，假设我们持有了某家优秀的上市公司股票，经过深入分析，我们认为这家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竞争力。在持有过程中，我们每年都会关注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重大决策等信息。如果公司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即使股价在短期内有所波动，我们也应该坚持长期持有。长期持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让我们避免频繁交易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也能让我们充分享受公司长期增长带来的收益。书中提到，时间是优秀公司的朋友，是平庸公司的敌人。这句话强调了长期持有的重要性。对于优秀的公司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不断增长；而对于平庸的公司来说，长期持有可能会导致亏损。因此，长期持有应该建立在对公司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之，股市真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投资体系。它教会我们如何建立正确的投资心态，如何深入分析公司基本面，如何评估行业和竞争环境，如何管理投资组合，以及如何做到长期持有。这些投资习惯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股市投资成功的大门。如果你渴望在股市中实现财富的增长，如果你不想再被股市的波动所困扰，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股市真规则》这本书，并将其中的投资习惯付诸实践。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你的书架上，而是让它成为你投资路上的指南针。记住，股市投资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在这场马拉松中，股市真规则将是你最忠实的伙伴，陪伴你走向成功的彼岸。不要害怕股市的挑战，相信自己，相信支持的力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在股市中收获属于自己的财富果实。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投资之旅吧。